伊朗啊一架飞机也没有起飞啊，你没有听错啊，一架飞机也没有起飞。伊朗的海军啊一艘军舰也没有开出来。伊朗的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军事势力啊，伊朗的空军作为一个整体军事实力，在开战的第一天啊就消失了，这也是事实。现在伊朗用于反击的只有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回应这么猛，能不能分析一下对欧洲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战啊，伊朗的反击究竟是真的这么猛啊，还是只是生活在你们看到的一些华文媒体上的这么猛？实际上呢，在西方的这个媒体上，尤其是在教主今天建议去台湾旅游吗？那明年呢？啊，我不建议大家没事别去台湾旅游啊，这个比较乱这个地方，因为它居然有粉红能踢掉吗？能啊，就是粉红我们也欢迎他们来接触一下这个墙外的世界啊，这个真实的声音，因为我们都是粉红过啊，所有的人都当过粉红，我小时候也是粉红。因为你在中国的那种封闭式洗脑的那个共产党中宣部一股独大的这叫独裁宣传武器，你很难不变成粉红。现在还有很多粉红，尤其是比我岁数大的这些老华侨，就是我大概50岁、60岁以上，很多都是粉红啊，因为他们的英语也不过关，他们看的都是微信啊，微信朋友圈、小红书、微信、抖音，所以他们就自然会相信中国那一套，就觉得伊朗厉害无比啊！伊朗现在就恨不得感觉伊朗跟美国打了平手啊！这叫新闻认知战啊！伊朗不是第一次啊，利比亚、伊拉克之前啊，尤其是伊拉克和科威特之前啊，那个包括南斯拉夫南联盟那段时间啊，跟北约打仗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在国内嘛，我们就觉得是势均力敌。哎呀，俄罗斯武器极其好使，米洛舍维奇极其英勇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大使馆死的那些被炸死的那些中国记者非常的无辜啊，这是我们在那样的宣传环境下自然会相信的。我们出了国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把打掉的那个 F117的那个雷达零件偷偷运到了大使馆啊，放到了大使馆地下室，准备进行运回中国进行逆向研究。你这个东西就是违反战争法，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大使馆地下室，那美国又不想让你逆向研究，他就一定用钻地弹打你这个大使馆。那你如果干这个事儿，你不要让你的记者，所谓光明日报记者许庆虎他们几个，你不要让他住在那儿啊，你住在那儿，你等于是拿他们当人肉盾牌啊。结果美国他妈的干起来的时候，当时克林顿总统啊，美国干你的时候就根本不讲道理，咣咣咣给炸了。南联盟大使馆给你炸了，最后我们中国这边的宣传就只提他炸大使馆，不讲为什么，不提为什么。当然美国也不会说我操，我 F117被打下来了，我怕他逆行研究。美国拿的理由叫一个旧地图啊，这你信吗？这不可能啊。但是炸南联盟大使馆的真实原因，中美双方都不说啊，所以呢，我们他妈后来才知道，后来解密了才知道啊，原来是这个原因。那你要是这个原因的话，我们当时就不去那么激动的去抗议去了，因为你这东西等于是双方都不讲武德啊，那你这个就是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打的都是流氓仗，打流氓仗，你也是流氓，他也是流氓，流氓之间互相攻击下三路的时候，人家一脚飞起一脚，脚比你壮，踢碎了你的蛋子儿，那你有什么值得喊冤的？你他妈也在掐他的蛋，只不过你手他妈没那么快呀。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不聊了啊，那就讲这个新闻认知战啊，新闻认知战。到底他有没有那么强啊？以色列是不是真被他干瞎了？我觉得你还是眼见为实啊！你不要相信中文媒体，当然你也不要相信纯的美国媒体。你如果有当地的朋友讲的应该是真的啊，当地的朋友啊，指的是在以色列或者在伊朗的朋友讲的是真的。那么除此之外，所有的信息，记住我这句话，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因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是交战双方，都是在做新闻战的。你从任何一个单方面拿出来的新闻都是不可靠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只能进行逻辑推演，并且进行历史回溯，就是在历史上你是不是被操过？如果你走到这个夜路，你又穿了个短裤，然后每次你都被操了，第二天早上就是晕倒了，第二天早上的后边火辣辣的疼，那为什么？就说明这儿有人操你啊！那你虽然看不见他，因为你们被蒙住双眼。但是你要知道，以后不要在这个夜路上啊，这一个人走了啊，不要穿的那么性感。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识别新闻战来说呢，
我给你们讲讲啊，就是战损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数据。就什么叫战损啊？就是你被打下来了多少架飞机，对方被打下来多少架飞机，这玩意儿不好藏，这个数据不好藏，尤其是美国不好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争打到现在为止，美国被击落了大概3架 F-15啊，还是 F-16，反正就这样的。这3架都是被科威特的印度人，科威特军队的印度雇佣兵给击落的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击落美军飞机的全是友军，全是驻科威特的那些啊，他们用的都是美国武器，也就是说，打下来美国飞机的所有的武器都不是伊朗的啊，都是美国自己的防空武器，萨德啊之类的，把自己给倒下来了。也就是说，美国的兵器打美国的军队还是能打得下来的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一点。第二就是伊朗啊，一架飞机也没有起飞啊，你没有听错啊，一架飞机也没有起飞。伊朗的海军啊，一艘军舰也没有开出来。伊朗的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军事实力啊，伊朗的空军作为一个整体军事实力，在开战的第一天啊就消失了，这也是事实。现在伊朗用于反击的只有导弹和无人机啊，就是换句话说，伊朗呢储存了大量的导弹啊，地对地导弹和大量的无人机啊，这些无人机有中国造的，有万国造的，有俄罗斯的，它储存的大量他自己本国拼起来的，就是美军的真正的战斗机损失，大概其都是飞行员啊，应该损失的还是个位数，是3、5个人吧，死了这么几个人。伊朗应该是伊朗政治局常委也不止3、5个人，所以你说伊朗把美国和以色列打疼了，你这个我个人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啊。所以呢，在新闻战中啊，你自己去看数字就得了啊。伊朗的导弹部队目前采取的战术就是什么呢？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战术，就是反正你他妈已经把我的就是总部打掉了，我剩下的这些就是我的自然反击过程。自然反击就是我他妈逮哪儿打哪儿，换句话说就是我以前装定的坐标，我现在也不用再重新瞄准了，因为这些高科技武器这个坐标，对方的攻击的对方的这个目标啊早都锁定好了，哎，就摁了电钮把它打出去就算赢了。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讲，这是一次性武器，大部分都是这种状态，就是你也不敢开机，你开机。因为美军和以色列就在天上绕呢，你一开机给你消灭了，所以呢，就是开机的同时摁电钮，打出去就赢了。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这么个状态。所以呢，它经不起消耗，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反抗力量经不起消耗，它没有办法去补充啊。你不能想象，在一个失去制空权的状态下，在一个遍地都是间谍给指引这个所谓的对空打击的状态下，在大规模的组织生产是不可能的。所以，胜负就不用说。哎呀，这个时候居然有人说伊朗胜了，美国负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倒立着看世界呀？哪有这样胜利者呀？就是胜利者就从他妈最高领导人到底下全部都给干死了。就是而且昨天呢要选出新的最高领导人，88个。那个黑袍的那些神棍啊，最高位的88个神棍，各自聚在一起要投票产生一个新的神棍的时候，这88个人那个会议室又给扬了，也就是说前88名又都给干掉了。你说在这样的一种战争下，你告诉我伊朗赢了，我操你这个世界观得扭曲成什么呀？就是那只能就是说一个解释，就是你丫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你就是属于那种完全被洗脑了，就是你不是伊朗人，但是你比伊朗人还投入，那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因为哈梅内伊被扬了，最难受的这个地球上最难受的2个省是山东省和河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有92%的民众对于哈梅内伊扬了是发自内心的沉痛，而其他国家包括伊朗本土人民都是载歌载舞。我没有权利说伊朗本土多少百分比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生活在伊朗。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温哥华、洛杉矶、多伦多都有大量的伊朗移民啊。我们温哥华大概得有20万伊朗人，多伦多至少有50万，40、50万是有的，洛杉矶应该也不少。我这几天我都看见了，他们都在游行啊。
没有，我可以很负责的人告诉你，上百万、几百万美加两国的伊朗移民，伊朗人讲波斯语的伊朗，没有一个伊朗人感到悲伤，全都在唱歌跳舞，打着巴列维国王的那个国王旗，狮子的那个伊朗国旗。大家知道那个巴列维国王旗是一个狮子拿着一把刀，那个伊朗国旗打着那个国旗载歌载舞，从美国到加拿大全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山河四省的中国人为主，这么为哈梅内伊，操他妈的这个鸣不平啊，都恨不得要带笑啊！那你是咋回事啊？我操，关你屁事啊！那是我不说别的啊，伊朗的有这么一条法律叫婚姻法啊，我只跟你们说这一个事儿，你们自己去脑补啊。在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之前啊，他大概是1978年革命成功的，在1978年以前，就是伊斯兰那个伊朗叫巴列维王朝啊，就是那个伊朗的国家，正常的国家，跟美国好的。婚姻法规定，伊朗女性结婚的最小年龄是18岁。这个孙子霍梅尼这个孙子推翻了伊朗合法政府，建立了这个神学的神棍政权之后，直到今天，伊朗婚姻法的女性的最低年龄是9岁。9岁啊！我不管你说什么理由，你们说什么伊朗什么理由啊？你们觉得今天这个伊朗是他妈个人揍的政权吗？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是9岁，你他妈是不是好人？你们他妈有没有良心啊？你们在为这样一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头被干掉之后如丧考妣，你们他妈无论说什么都无法解释这个东西。你们自己看看去，我知道你们无知，你们可以问 ChatGPT， 你们现在可以问 DeepSeek， 你们就问伊朗的女性婚姻法最低结婚年龄是几岁？你看是不是告诉你9岁？你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我操！你这样的国家你还不赶紧给他推翻了，扬了他？你想他是个正常人的国家吗？那个是个变态国家了，那是一群他妈娈童犯组成的国家。沙特我不知道沙特几岁，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能是9岁，至少得是18岁、19岁，哪能是9岁啊？你这不是个人揍的国家出这种法律啊？太过分了，必须干掉他们！你们要扬了他们，还为这种人如丧考妣啊！这是上百万北美洲的伊朗移民啊，载歌载舞的真正的原因就这么简单，不要跟我提什么鸡巴的那个什么宏大叙事，你又不宏大，关你屁事啊！好了，那么我们就讲讲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小粉红啊？为什么这么多小粉红？啊，所以你看那个抖音自媒体打出来什么，哎呀，什么美国敢打伊朗吗？根本不敢打，而且那么高的点击率，从什么鸡巴李丽啊、金灿荣啊，往下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他们排了20个军事专家啊、审议什么的，没有一个说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教育系统与全世界各国都不一样。中国这个教育系统，我说的是各国指的是正常国家，你别拿伊朗给我算啊。伊朗、塔利班这些都不算正常国家，就算正常国家。中国有一门课叫政治，我小时候叫政治，现在是不是改名叫习近平思想了？我就不知道了啊。政治课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撒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而且我不用我负责任吧，你们所有人都上过学吧，别鸡巴跟我装外宾，谁没在中国上过政治课？从老师到那个编课本的，到底下的坐着学生，没有一个人信。这就是中国的教育体系特色，而且政治课还占里边特别大的比例。政治课在中国的教育这个课程里边是一个主科啊。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政治课是主科啊，语文、数学这是2大主科啊，什么政治、历史、地理啊，这些东西都是化学，这个英语这是第2流主科，第2梯队主科，政治是第2梯队主科。政治课就是他妈全是从上到下在撒谎。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他妈马列主义，后来是我上学的时候，那有加上了改革开放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我们简称社经，就是大家只能拿这个东西考社经啊，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这根本就是他妈的完全是扯鸡巴蛋的这么一个课程。现在叫什么叫毛概？我去你妈！毛概、邓论、马哲全他妈是谎言啊！
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种谎言教育体系下面，培养出来大量的精神分裂的人，学习成绩好的，尤其是考公务员，这是考公务员这个重要的考试科目。比如说中国当官的，去当了官的，为什么我当不了官？我鸡巴的这个东西我不信呀！我操，我他妈不，我不太擅长这样系统的撒谎，所以这样培养出来了大量的系统的撒谎者，就是他是个精神分裂了。中国所有的公务员，所有的有一个算一个，包括我的观众，你们要承认你们是精神分裂。你们在考公务员的过程中回答的一些什么马哲、什么邓盖、什么席斯、什么毛概，你们自己根本就不信，1秒钟你们都不带信的，但是你们能挥挥洒洒、洋洋万言，为什么？这就叫精神分裂，这就叫你们是撒谎的人，你们是一个会系统性撒谎的人，你们他妈已经练出来了，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撒谎都他妈脸上一点都不红，我操，自己都能把自己感动了的，就是这是中国一个特别大的弱点，中国就是有这个弱点。所以你说这不怪谁呀？这个就是教育体制就培养这个东西，长出来的全生活在谎言里，尤其是当官的，尤其是为人民服务这一伙人，全是精神分裂的患者。官越大，精神分裂程度越高。典型的精神病啊，典型的精神病，对吧？我不敢那个，我不敢说文化大革命他们家的遭遇了啊。你看看那是不是个精神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的系统问题啊，这个大家要重视啊。今天讲维尼小熊去抓间谍，就是这他妈他整个培养出来的都是撒谎的人。所以呢，你说我们说完了中国的问题，那你说教育养成人格分裂啊，公务员队伍就是精神分裂的这样一个大集中营，谁的官做得大，谁他妈的唱得响，唱这个高调唱得响，谁就是最大的精神病你都可以一一对应的啊，整天在那2442242全鸡巴是精神病，我告诉你们。所以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啊，你看美国，它尤其是2战时代的美国，它非常真诚啊，美国非常真实，那个时候的美国非常真实，特别好。就是那些小年轻啊，出战之前就是爱，对父母的思念，对女朋友的思念。其中有一个哥们儿，就是那个十几个鱼雷轰炸机的一个飞行员啊，他的遗书一念之后，我当时就笑了。他不是遗书，就是你们中队长说我们今天去可能回不来，给家里边的人写信吧。啊，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赶紧写，你们以后可能没机会再说了。这哥们给他妈说，千万别把我的车借给鲍勃，鲍勃估计是他哥们儿，那是个傻逼，他会把我车开坏的。你这多真实的一个男孩啊！24个小时以后他就死了，24个小时之前让他写一封给家里边写封信啊，就是哎妈，我有个事儿，我那个车啊，千万别给我借个鲍勃啊，那个傻逼会给我开坏了。他的遗书就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些都是特别简单的男孩啊，特别简单，特别真实。我跟你说，中国人会这么写的啊，至少我这个时代，感谢党，感谢国家，这是我最后的3毛2分钱，请替我交了党费。你别笑啊，真事儿啊，不信去看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同志的遗书怎么写的，就是人家的脑子已经分裂了，他跟傻逼了已经，他真的是一个精神分裂。就是你都他妈只剩2毛2、3毛2了，你明天就要死了，去当敢死队了，你还不把这3毛2给你妈，让你妈多他妈的买点粮食吃，你还交了党费，我去他妈的，你得他妈变态成什么样了？你连你娘，连你媳妇儿你都不顾了，你还能顾党？你他妈没有人性啊！梁三喜啊，虽然死得很惨，也很冤枉，也很壮烈，但是梁三喜，你仔细想，梁三喜没有人性的。啊，他只有党性，没有人性了。所以你们这玩意儿，这什么情况呀？所以这就是2战到60、70年代，美国都是这样的，很好，一直到里根总统都是这样。后来美国也有问题了，咱们不是说美吹，就说美国只有好的没坏，就是什么呀？就是最近这20年，从2006年、2004年奥巴马当总统之后到今天，这20年美国真的变了，出现了很多英语叫觉醒者。所谓的觉醒主义，系统性的影响教育体制啊，系统性的影响美国的中小学和大学。什么叫觉醒者的？哎，通俗的讲就是男女都不重要了。你想当男人就是男人，你想当女人就是女人。你今天想当男人，明天当女人，你就可以添一个 X 性别。人类的性别甚至让他们分出了几十种，这就叫觉醒主义。而且他们鼓励孩子变性，鼓励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
仇恨大企业，仇恨资本，仇恨基督教，仇恨美国国旗，仇恨美国国歌，这一大派人啊，包括什么比尔盖茨啊、索罗斯啊，都在后边给钱啊。就是这是最近这20年出现的新情况。美国有问题啊，美国不是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社会撕裂很厉害。那么以前没有这些人的。你大家都知道，你看80年代《阿甘正传》那些，你看80、90年代那个好莱坞的英雄电影，不都是那样的吗？就是英雄都长得特别帅，跟中国一样啊，很气宇轩昂的。这都世界普天同庆的价值嘛。好人那是长得好看一点，詹姆斯邦德。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妈的超人必须是黑色的，好莱坞的超人都是黑人，越来越多的超人和超级英雄不是白人，甚至不能是白人，而大反派必须是白人。你这就是什么？就是好莱坞是这个觉醒主义的重灾区啊！这个他妈是美国的问题，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很自由，所以自由的这样的体系能够从内部被攻破。拜拜啊，再见啊，再见，拜拜。